Теперь мы начинаем официальную часть нашег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 首先呢，有请我们北京空大维尔医学研究院院长、明堂国际基金会会长、世界意向医学联合会会长、世界禅养联合会秘书长许明堂教授致辞，有请。Теперь по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рофессора Симинтана, директора Института Кундавар, главный фонд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онда Минтан, глав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мидж медицины, а также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Всемир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едицины. 因为我今天特别激动，我发现原来准备的好像突然失去意义了，因为它让我想起10年前我们开业的时候，在对面那个大的教室开业的时候，我们几个国家的对我们空大维尔直接赞助的朋友特别前来开这个开幕式。时间真快，转眼之间就10年了。所以首先要感谢支持我们空大维尔搞研究的这几个朋友，莫斯科的Sofia и Сергей и Лина и Дар и Саша большое对我们空大维尔进行这个经济方面、资金方面的支持，让我们深入的搞意向医学的研究。在国内呢，我也特别感谢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副秘书长孙永章，他在国内一直支持我们，使我们这个扁鹊意向医学目前在国内有很多的学员，也有很多的人知道了扁鹊学派。这里来的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鉴于咱们时间有限，我们6点还有很好的节目和大餐，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说太多，我不一个一个的来感谢了。感谢我西安交大本科的同学以及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前来祝贺，特别感谢延林法师从少林寺赶来，我们一起来推广禅养，这个能进入家庭，能让庶人，能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受益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延林法师在。我们知道只有少林寺有800年的药局，就是少林寺它禅医武是同时修炼的，也就是说呢，中医这个传统结合佛教，在少林寺保留了1000多年的历史800多年的历史。这里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员工们跟我一起奋斗了10几年了。为什么我很感动？因为我们空大维尔医学研究院实际上是一个民间的研究机构。我们知道研究呢，它是需要经费、需要投入的。在现在这个信息的社会，发展速度非常快，能做下来深入的研究真的不容易。回顾28年来，意向医学在国际的发展感慨万千。我们在世界各国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它到底机理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确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建院的初衷，要深入的研究怎么样用更自然、更没有副作用的办法让我们恢复健康。一会儿还有外国的朋友和国内的朋友实践出来他们自己的经验，会给大家介绍。
意象医学，我们说呢，扁鹊意象医学，它是我们开创于扁鹊，就是扁鹊学派的传承与发展。它研究不只是我们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从生命的角度来发现我们的异常现象，还是从生命的角度来改变它，恢复健康。我们总结的就是这样。意象医学呢，它是以见象，就是扁鹊学派那个好像给你能透视似的，以见象作为主要的诊断手段，以改象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治哮喘是比较困难的，从意象医学的角度来说，哮喘就不困难，它只是一种含这种气，这种能量分布在肺的周边。如果我们有办法把它清除掉，找到它在什么位置，清除掉，那么哮喘的这种现象就好了。所以从象的角度，我们认知疾病，就发现呢，有些疾病的它的原因，它不是我们肉体它的结构或者成分发生了变化，而它的主要的原因或者病因是因为神这方面或者气的方面发生了故障。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我们都知道，这肯定就是那个腰椎间盘那个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发现呢，大部分腰椎间盘突出是因为膀胱寒冷，它的气弱了。我们把膀胱的气一个提上来，腰椎间盘突出自己会缩回去，会好。所以意象医学呢，它是通过象作为主要的手段，从物理的结构从它的气，从它的神，从这些方面来找出它真正的病因，然后用改象，我们叫改象，可以通过食物的办法、锻炼的办法，甚至药物的办法来把这个象给改了，然后人就恢复正常。所以它和我们一般的我们说西医，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中医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它是把精气神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这样的一门继承了扁鹊这个体系的医学体系。我们也进行过几年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方面的研究。同样，我们发现它有一些的病因和我们一般认为的病因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学员，都有我们的这个客人，有我们的中心来发展研究应用意象医学。我们并不是说用财力或者是用其他的力量去推动，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一种，因为它的疗效得到了大众的喜爱，是自动在应用和推广。这10年我们沉淀下来了，我们花费了很多的精力财力深入的研究了很多的疾病。从2018年到2028年，我计划呢把我们这些研究成果推广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家庭，让更多的人直接受益。从2028年到2038年现在的第2个10年计划，我相信我们会攻克找出它的机理很多的慢性病，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癌症。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有这个实力，因为我们掌握了象这个认识生命、认识自然、认识宇宙的工具。我们知道少林寺名扬中外它不但它的武功让我们每一个人向往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少林寺的禅养，是我们延龄法师来提出了这个概念，想把少林寺
1000多年积累的这个养生的经验传播给大众，传播给众生。现在成立了这个国际禅养联合会，在中国也成立了中国禅养学会。我们正在起草禅养它的标准方案，它的可行的方法，以及禅修的标准。我们都知道，制定一个标准，大家就有据可循。所以我希望呢，在未来我们会不但有一想一学在世界各地传播，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禅养文化传遍到全世界。每年我们都有数百外国的朋友7月份、8月份到少林寺禅修。所以借助我们空大威尔建院10周年一向一学创建28周年之际，我感谢来的每一位朋友，愿你们把相的概念引入去，把禅修禅养的概念用起来，提升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谢谢，谢谢。谢谢我们